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车辆疾驰的公路上，还在蜜月里的王林把我赶下车，扔在路边，猛加油门，一溜烟消失了。等我站稳，才后知后觉，自己身无分文，而公交卡、手机、钥匙都落在车上的包里。我无助地坐在路边花池边上，一脸狼狈。烈日当头，皮肤被晒得生疼。过往的路人投来莫名惊诧的目光。说来讽刺，我们第一次相识也是在路上。我在超市盘点完，已是深夜。此时回村的路灯都已经关了，黑漆漆的路上，我用最慢的速度骑着电动车，小心翼翼。可走到半路上，车子突然断电不走了。正当我手足无措时，路上远远地射来一束光，且越来越近，越来越亮。王林下车，热心询问我需要什么帮助。我道出实情，没想到他三下两下就帮我解决问题。眼前这个瘦瘦弱弱的陌生男人，顿时让我刮目相看。我刚想说句千恩万谢的话，他一句话让我羞红了脸。没什么大问题，你把停起键打开了，车子当然就断电了。你要开得再猛一点，就翻车了。又脑残了一次。为了避免让我尴尬，他又笑着补充了一句：也许是你一个人走夜路害怕，不小心按错了键。之后王林让我骑在前面，他在后面开车，一路随行，用车灯照亮我回家的路。临别时递给我一瓶水，一张印着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林的名片。相识第7天，我们到民政局登记。出了民政局，王林举着结婚证对我信誓旦旦：老婆，我保你一世衣食无忧。当时的我只想早点逃离由继母呼风唤雨的家，不敢奢望什么爱情，能不风餐露宿已是幸事。这就是我听到最中用的情话，何况王林还热心肠。我虽相貌尚可，但家境凄惨，从骨子里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我回报他的只有死心塌地、勤劳持家。当时我并不知道，夫妻之间一开始就低到尘埃的那个人，注定会输得很惨。瞧瞧，还没出蜜月，王林就翻脸无情，变了一个人。不过是为一点芝麻小事。王林老家哥们要来，让我在网上订3间豪华大房，还要刻不容缓。我就见了个意，不是什么至亲，订个普通房就好了，何必大肆花费。他转头冲我劈头盖脸一顿咆哮，最后让我滚下车，完全不顾我的安危。我是个缺爱的孩子，只因贪恋着王林一时对我的好，却不知道把自己推向了更绝望的谷底。大年初一，我嫁给了王林。说是嫁，不过是我拎了个装有几件换洗衣物的包进了婆家的门。没有婚礼，连2家亲家吃个酒席也免了，我就自己只身过了门。没有彩礼，没有陪嫁，就连热闹和喜庆也是借了春节的光。如果有亲娘，谁会舍得在阖家团圆的大初一就嫁女儿？哪里是嫁，分明是轰年，将就过个年都容不下。我从小没有妈，父亲是个十足懦弱的懒汉，一家人的生计都靠继母操持。继母很爱他的儿子，视我为眼中钉，恨不得我早早死去。他对我非打即骂，稍有不顺心就用藤条抽到我身上，都是血印子。他的爱子被宠成了小皇帝，我这个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成了他射弹弓的靶子，顽枪被扫射的坏蛋是被他随叫随到供他恶作剧娱乐消遣的小丫鬟。这些年不能吃饱穿暖，我能平安长大，已经是老天厚待。父亲不打我，但也从不阻止继母打我。
有时甚至会怂恿继母打得好，继母听得高兴就会收手。我知道父亲恨我克死了他贤惠温良的妻子。母亲是在生我时大出血而死，在父亲眼里，我是个不祥物，是个给家里带来灾难的人。直到我工作有了收入，只要每月把工资如数上交，继母就不再给我脸色，但差1分继母都要和我跳脚。心情好时，偶尔会给我留下零用钱。继母从来都是把我当亲闺女使唤，不当亲闺女疼爱，所以别人对我只要好一点点，我就觉得恩重如山，受宠若惊。遇到王林，他那么体贴地照亮我回家的路，我以为他会点亮我的人生，我以为他可以值得托付终生，却不知这一切都只是我以为而已。其实直到领证那天，我都觉得有些恍惚。王林家境殷实，算得上镇里的钻石王老五。纵然我稍有姿色，但这种幸运怎么会轮到我？婚后，王林懒得伪装，露出本性，我才大彻大悟，他为什么天天看中了我。我好骗也好欺负，没有娘家人撑腰，我才明白，一个男人只是对你婚前好，或者偶尔的好，那不能称之为好，那只是手段，把你骗到手，引上贼船的手段。可是为时已晚。早上，婆婆破天荒给全家做了一次早饭，煮了西红柿鸡蛋面。怀孕早期，我孕吐很严重，吃到一半我就反胃，起身去吐。我刚坐回座位，婆婆瞪了老公一眼，王林立刻对我疾言厉色：我妈那么辛苦给你做饭，你还吐，你恶心谁呢？我赶紧陪着小心解释有点孕吐，谁知话还没说完，王林端起我的那碗热面，直接扣在了我脸上。婆婆哼了一声，起身走了。王林眼神直勾勾地瞪着我，教训道：别装矫情，你在娘家连饭都吃不饱，敢吐吗？果然，没有娘家做主，做婆家媳妇是没有底气的，何况是夫家这种开着公司的大户。生态科技公司的实体是婆婆早年经营的养猪场，后来规模不断扩大，利润也越滚越多，在镇上成了数得上的富豪。公公对这个性格好强又有能力的婆婆心服口服，言听计从。王林游手好闲，从来都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完全不操心养家糊口的事。他从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去年又做了搭桥手术，公婆就更迁就这个唯一的儿子了。王林孝顺，在这个强势的婆婆面前总是没有主见，婆婆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即使王林成了家，也依然任他吃喝玩乐，不让他负半点责任。经济大权始终握在婆婆手上，总经理不过是给他挂的一个闲职，没有丝毫实权。王林的能力无处施展，只能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临盆前，我在医院待产，过了预产期，也破了水，医生打了催产素，痛得我死去活来，却只开了1指。我很担心，就随便问了王林一句：这孩子不会有问题吧？王林听了勃然大怒，当着临床产妇和家属的面抬手就扇了我2巴掌，要我闭上乌鸦嘴。来给产妇测体温的护士连推带拉了好几次才把他赶出去。王林霸道至极，任何事我都没有发言权，一言不合，不顺他意，他就对我大打出手。公婆从不拦他，打得凶了，婆婆来一句小声点，王林就拿毛巾堵住我的嘴，用网线抽打我，打到我求饶顺从为止。婚后的王林简直是一个吃人的魔鬼，令人难以置信。有时候我会恍惚，觉得当初遇见的那个温暖的男人是在梦里吗？人为什么有2张面孔？我以为生下儿子，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
就会好一些。不求翻身，至少能活得不再那么卑微。现实是，王林更变本加厉，即使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也没有对我半点仁慈。我常常在夜里偷偷哭泣，慨叹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残酷，我为什么就遇不上好的人，我还能熬多久？每逢夏天，无论天气多么炎热，我都穿着长衣长裤外出，生怕别人看到我的心伤加旧痕。在这个镇上，我就更没脸做人。我去家里附近的小超市买盐，付钱时不小心还是被老板娘发现了。老板娘并没有看清我，还关切地提醒了我几句：“妹子，受不了就离吧。”看着王林在外面老实巴交的，前面俩媳妇都被他打跑了，只有你给他傻傻生孩子。王林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他是有过2次失败婚史的，我才明白为什么他对自己的婚礼那么不讲究。继母迫不及待把我大年初1撵出去，他随口就答应，领了我个人回去，就算完婚了。扯证那年我才22岁，王林大我8岁，我以为找个成熟的大叔就能有个依靠。万万没想到，我嫁给的不是大叔，是爷，是把我当孙子呼来喝去任意使唤，把我当女奴随意践踏蹂躏的大爷。可是离婚又怎能是我的出路？我初中被迫辍学，又生无技能，怎么能养活2个孩子？望着我怀里几个月大的女儿和我2岁多的儿子，我舍不得，真的舍不得呀！我要是离了，2个孩子一定不会给我。孩子那么小，怎么能没有妈妈呢？我再也不能让他们重复我的命运，没有妈妈疼着碍着了。忍忍吧，等孩子长大点，或许王林年纪大了，脾气就会收些了。除了我，王林和婆婆对一双儿女还是倍加疼爱的。在公婆的眼里，2个孩子是王家的血脉，只有我是个外人，处处提防着，生怕我讨到他们家一点便宜。我只配当牛做马罢了。毕竟我在继母眼里连畜生都不如，纵使婆家再苛责，也好过继母。至少我的2个孩子被婆家视若珍宝。如果不是父亲生病严重，我是再也不想跨进娘家门的。这一次是公婆陪我一起回的。婆婆一进门，继母就拉着她的手掉眼泪。我这个没良心的闺女，嫁了富豪，自己穿金戴银的，从没帮补过娘家1分钱，连娘家门都不愿踏呢。婆婆一手捧着茶，一手拉着继母：“亲家放心，你这女儿在我家可是衣食无忧，什么都不用愁，就是被我宠坏了，懒得要命，就连来月事内裤染了血渍她都不洗，直接团成团丢衣柜里。”我突然发现，继母和婆婆真是一类人，都是演技高的实力派演员。我是没有及时洗衣服，因为我实在腾不出空闲。自从踏进王林家门，我就成了他家的女奴。每天天微微亮，我就要去养猪场喂猪清粪，脏活累活全都交给我，还要负责家里的1日3餐，喂养孩子，打扫房间，洗全家老小的衣服，从天不亮忙到深夜。不知是我太逞强，还是习惯了逆来顺受，婆婆把厂里干活的5个工人都辞了，只留下懂技术的2个师傅。即使我累死累活拼命干，却仍被婆家嫌弃骂懒，在亲戚邻里散播黑我的谣言。我付出那么多，也只换来了3餐温饱而已。5个月后，父亲去世，那时我才知道他是肝癌晚期，和我只说是胃病。看我上次回家探亲，穿着还算体面，也没留下什么遗憾。病危后，父亲立下遗嘱，把房子和仅有的3万存款都留给了继母和他儿子。我才是他亲生的女儿，也许他对我的了无牵挂，是因为看似我嫁得不错吧。没人发现，
我回娘家穿的锦缎棉袄，是我嫁给王林时带走的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，穿了好多年。只不过婆婆耍了心计，将衣服拿到裁缝店换了个面，如新一般。难怪街坊邻里议论我，瞧瞧这媳妇，年纪轻轻邋里邋遢也不打扮，婆婆看上去倒比她年轻好多。其实哪个女人不爱美？我每天恨不得泡在猪粪里，又没有钱，没有时间，我拿什么美？不知道熬了多久，熬到儿子7岁，女儿5岁，我的手头也宽裕了点。丈夫和婆婆从没给过我钱，这些钱是2个孩子从婆婆手里讨来的零花钱。女儿嘴甜，经常哄的奶奶一出手就是1张100元大钞，然后宝贝懂事，回家都给了我。王林也不那么频繁对我动手了，不是因为他年纪大真的收了性子，而是因为2个孩子长大了，他打我时，孩子们会哭喊着扑到我身上保护我，自然对他这个爸爸是嫉恶如仇的。众人都以为我熬出了头，我自己也这么觉得。当离婚这2个字从我嘴里蹦出时，我自己也惊了一下，仿佛别人嘴里说出的。那日，孩子们跟着公婆去逛庙会了，家里只剩下了王林和我。我正弯腰给孩子叠洗好的衣服，王林嗖地从身后窜出来，一把将我按在床上。他又想泄欲了，从来不挑时候。面对一个对我家暴成性的男人，我哪里会有兴致迎合？何况我每天忙得7荤8素，我嫌弃地拒绝了他。我的态度惹怒了王林，他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我痛得几乎窒息。我拼尽全身的力气才把他推开。我刚刚喘了一口气，就见他凶神恶煞地抄起床头柜旁边的暖瓶，朝我身上狠狠地砸过来。暖瓶啪地碎了，开水浇了一身。夏天衣薄，我的胸前立刻鼓起了一片水泡，撕心肺裂的疼痛。王林愣了几分钟，然后抱起我开车奔向医院。这是婚后第1次他这样紧张我。他抱我送急诊喊护士，我恍惚中觉得那个照亮我回家路的男人又回来了。如果这是我自己不小心烫伤的，我对他该多感动啊！我眼里流下了2行泪，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为这个男人流泪。尽管王林跪着求我原谅，我们还是签了离婚协议书。我净身出户，他要儿子，我要女儿。到了民政局才发现结婚证不见了，婚离不了。我料定是王林在搞鬼，他怎么肯轻易放我走？为了证明王林玩的这种幼稚卑劣的把戏对我毫无作用，我带着女儿到外面租了房子。我白天在超市收银，晚上带着女儿读夜校。我要考取会计证，让自己和孩子过上体面的生活。我相信只要能吃苦，生活总会越来越有希望。我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凌的小丫头，我的羽翼越来越丰满，我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我的孩子。而王林家境况却每况愈下，婆婆重病住了2次院，身体大不如前。养猪场遇上猪瘟疫情，如果不是有蔬菜园在维持，恐怕公司早就破产了。王林每日被儿子折磨埋怨，身体瘦成了麻杆。直到有一天，公婆带着儿子出现在出租屋，我才知道当年结婚证是被婆婆和女儿藏起来，故意让我们离不成。原来女儿是被婆婆派来的卧底。婆婆再没有了当年的盛气凌人和颐指气使，取而代之是温言软语。她承诺，只要我回去和王林好好过日子，不再离婚，就给我10万创业资金，不再束缚我，所有收入都由我自由支配。生态公司全权交给王林经营，公婆彻底不再干涉我们的生活。望着一双儿女哭红的眼睛，我终于心软了，痛定思痛，
如果不是以前自己软弱无能，人王林随意欺凌放纵，自己也不至于沦落至此。女人唯有自强，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才能捍卫住自己的尊严。绝境之下，唯有逆袭。我用启动资金开了一家鲜花店，业余时间给2家公司兼职会计。我又报了班，每天早上和教练学习搏击和散打，既强身健体，又可以保护自己。我每天出门都认真化妆，把自己打扮精致，穿着时尚，人显得格外精神。走在人群里也是艳压群芳，邻居们几乎认不出我，还以为王林又换了老婆。王林却见不得我好，常常对我冷嘲热讽，说我不安分，竟想着勾引人。一个雨夜，一位买花的男性老顾客开车顺路送我回家，被王林看到，刚进门，王林就张牙舞爪，举着网线向我抽来，结果被我一个反擒抢了过来。我冷冷地说了3个字：离婚吧。王林暴怒，骂我：你拿了我家的钱，现在又想离婚，没门！你当初答应拿钱就不离婚的，你个贱货，拖死你！我没说话，抡起网线就往王林身上狠狠地抽，仿佛要把这些年的委屈都还给他。直到王林跪地求饶，答应离婚，我才收了手。这些年，我为你生儿育女，为你家起早贪黑卖命，还不值10万块钱吗？我愤怒地朝王林咆哮，王林吓得瑟瑟发抖，再不敢吱声。我拿着离婚证，牵着一双儿女，站在街角，风轻云淡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和王林的纠缠，让我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女人有强健的身体，有过硬的经济基础，有精神追求，才能活出自我，活出尊严。安全感从来都不是依附别人索取的，而是靠自己给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